2023年3月，哈萨克斯坦举行了一个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会议，预计在2023年底要将中国过境哈萨克斯坦的时间再缩短一半。跨里海国际走廊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国。具体线路为：货物经中国新疆出境，进入哈萨克斯坦，在里海岸边的阿克套港口将货物装上邮轮，跨越里海到达对岸阿塞拜疆的巴库港。之后一路经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到达黑海港口，运往欧洲各国；一路经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到达地中海港口，之后装船运往欧洲。相比于传统的亚欧大陆桥，跨里海国际运输线绕开了俄罗斯，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下，开辟了一条新的运输通道，运输线路大大缩短，无论是对哈萨克斯坦还是中国，都有莫大的好处。那么，除了铁海联运之外，有没有可能修建一条横穿哈萨克斯坦的运河，直接将中国的货物从新疆运往地中海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大家都知道，从中国去往欧洲的海运航线往往需要经过印度洋，从中国沿海出发，经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进入红海，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地中海，之后去往欧洲各国，总里程长达15000公里到2万公里。而且因为需要经过地缘政治复杂的马六甲海峡，容易造成针对中国的马六甲困局。为了破解困局，中国做了很多的努力。除了传统的印度洋航线之外，随着全球变暖，绕行北冰洋的北极航线也变得可能。北极航线从中国沿海出发，穿越日本海进入太平洋北上，穿过白令海峡进入北冰洋，之后沿俄罗斯海岸线一路往西到达北欧，进入大西洋，从而去往欧洲各国。走这条航线可以避开马六甲，缺点也很明显：一是路程同样非常漫长，也在1万到2万公里之间；二是北极航线还不成熟，夏天需要破冰船维护航线的正常运行，冬天结冰期很长，几乎无法通行。那么除了南北这2条航道之外，就没有别的水路通道可以通行了吗？从地图上看，中国距离欧洲最近的本土部分就是新疆。如果新疆有条河流能够通往欧洲，那就再好不过了。而从新疆的水系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新疆有数百条河流，几乎全部都是内流河，唯一的一条外流河就是额尔齐斯河。但就是这条额尔齐斯河非常特殊，流出新疆后一路往北，最终注入北冰洋，成为中国唯一一条注入北冰洋的河流。如果这条河流能够打通成为运河，那么从中国西北就可直通北冰洋，避开了北冰洋最危险的路段，缩短数千公里的里程。实际上，额尔齐斯河的通航史由来已久，100多年前，清朝就和俄罗斯通过额尔齐斯河往来贸易，河畔的布尔津县成为当时的贸易集散地，一度被称为小上海。建国后，贸易依然十分频繁，直到上世纪60年代，因为中苏关系变化，额尔齐斯河的通航才中断。额尔齐斯河中下游水量充沛，打通运河完全没问题。据报道，2016年就有几艘韩国货船沿额尔齐斯河到达了哈萨克斯坦的巴普洛达尔市，说明中下游已具备通航条件。在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哈萨克斯坦修建了斋桑湖水库，并建了3座水电站，但水电站都具备通航设施，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早就将额尔齐斯河当作一条运河来规划使用的。对于中国境内的上游源头地区，虽然水量较小，但通过将河道拓宽挖深，修建节制水闸，合理用水，通航也可以实现。所以说，整条额尔齐斯河的通航是完全没问题的，届时从中国的新疆可直通北冰洋。但是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从额尔齐斯河出海，经鄂毕湾进入北冰洋之后，去往北欧确实比较方便，但是去往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还需要绕一个大圈，里程同样不短。有没有更近的运河线路可以直接通往地中海呢？大家都知道，苏联当年为了连通自己的各个出海口，修建了多条运河，连通了里海、亚速海、黑海、白海和波罗的海，这就是著名的五海通航。至今，这套五海通航工程依然在俄罗斯有序地运行着。从地图上看，五海通航的主干河流伏尔加河距离额尔齐斯河有1200公里的距离。
如果在两者之间打通一条运河，那么从中国的新疆出发，就可借由俄罗斯的五海通航，往南经黑海进入地中海，去往东欧、南欧各国，往北进入波罗的海，去往北欧、西欧各国，里程大大缩短。但额尔齐斯河和伏尔加河之间1200公里的距离过于遥远，平地开挖运河不太可能。有没有现成的河道可供利用呢？事实上还真有。在额尔齐斯河的中游，俄罗斯境内有一座城市托博尔斯克，这里是托博尔河和额尔齐斯河的交汇处。托博尔河的上游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在乌拉尔山的另一侧，也发源有一条卡马河，从东往西汇入伏尔加河。卡马河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河流之一，伏尔加河最大的支流，是去往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的重要通道，在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卡马河仍然是俄罗斯重要的航运通道。如果能打通卡马河和托博尔河之间的连接运河，那么两大河流将连接起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两河之间的分水岭乌拉尔山，但实际上打通乌拉尔山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乌拉尔山听起来是山，但它的平均海拔只有500到1200米，最高的部分是北部，中部只有300米左右。与其说是一座山，不如说是一片隆起的高地。而且两河之间的乌拉尔山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呈现支离破碎、坑坑洼洼的形态，又有多条细小的河流穿行其间，几乎贯穿了整座乌拉尔山。只要将这些河道深挖利用，完全可以打造成一条可堪利用的运河。也就是说，实际最终需要平地开挖的运河可能不到100公里。至此，通过疏通托博尔河和卡马河，开挖乌拉尔山运河，额尔齐斯河和伏尔加河实现了握手。一条从中国新疆出发，穿越哈萨克斯坦，经俄罗斯连通五海的世纪工程将出现。欧洲的能源、矿产、粮食、工业品等可以通过这条中俄哈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新疆，然后从新疆转运至全国各地。中国的货物也可以通过运河运往欧洲各国。亚欧大陆桥除了陆上的大陆桥之外，又拥有了一条运河上的桥梁，将重塑亚欧之间的地缘格局。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曾提出过定都伊犁的设想，就是因为伊犁地区靠近亚欧大陆的中心，可以通过定都中部制衡整个亚欧大陆。而一旦中俄哈大运河打通，新疆自然成为中国联系中亚和欧洲的桥头堡，新疆的崛起自然水到渠成。新疆崛起必然又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亚欧大陆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巩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修建中俄哈大运河，新疆直通地中海，中国无惧马六甲海峡困局。这一壮举将为中国和整个欧亚大陆带来深远的影响，打破了传统海上贸易的局限性，为中国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地位带来了新的里程碑。中俄哈大运河的建设不仅将加强中亚地区与世界的贸易联系，而且将提供一条安全可靠的陆上通道，直通地中海。这意味着中国可以绕过马六甲海峡这一狭窄、拥堵和潜在风险安全较高的海上通道，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这一举措将有效降低中国贸易受到海上封锁、海盗袭击或地缘政治干预的风险，提高中国贸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新疆作为中俄哈大运河的起点，将成为中国贸易向西延伸的重要枢纽。借助于陆地运输的便利，新疆将迎来更多的贸易机遇，成为欧亚贸易的重要节点。这将为新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促进区域的繁荣和稳定。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合作，加强地区间的互联互通和互利共赢。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中俄哈大运河值得开发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